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沙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的呢，是一座隐藏于深山当中的寺庙，又或者说是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寺庙，听上去还真是蛮玄乎的。那大家可能会说，这不就是悬空寺吗？没错，年像过去呢，我们其实去探寻过蛮多这种类型的寺庙。要不然就是修建在山顶上面，或者说是在那种半山腰之间呢开凿出来的。那这一座寺庙哦，和以往我们看到的那些寺庙呢，还真是有一些不太一样。因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啊，这座寺庙它好像是从那种山壁之间呢突出出来的，而且非常的独特。加上啊，它的地理位置呢比较的偏僻，网上查询不到它太多相关的资料，而且现在导航啊也没有具体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只能先开到这个村庄以后呢，找当地的村人啊问一问，先看一看。那我也不知道是否能找到。那这究竟是修建于什么年代的寺庙呢？今天我们的故事啊，就要从这里开始。李阿婆婆，我问那个悬空寺啷个走啊？哪个啊？悬空寺我不晓得。悬空寺不晓得。不晓得啊？嗯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不晓得。哪悬空寺？就是有一个寺庙在那个山上面。我懂就不懂。不晓得啊，就是在一个崖壁上面有一个悬空寺。我们这一句没听到起啊？没得这个啊，哦，那周围那个山壁上面有没得寺庙嘛？你搞不清楚啊？搞没听说哈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大爷，你好，我想问下那个悬空寺啷个走啊？啊，悬空寺哪个悬空寺哦？就是在那个崖壁上面有一个寺庙哎。然后我想请问那个悬空寺啷个走啊？哎，悬空寺啷个走啊？水空寺啊，悬空寺哪儿啊？咱这儿走悬空的啊。在哪里吗？不是，看嘛，二悬空寺了。是那个悬空寺不是？那个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，啷个上去啊？那个地方？那边有公路。那边过去那个有根桂花树，有个小房子，晓得不？不晓得。小房房。转过去了右转有个小房房，有个坡。刚才啊，我找旁边的村人打听了一下，然后这村人呢就告诉我，这个悬空寺应该就在对面的这个山壁上面。然后我就用无人机啊，先飞起来。你看，没想到啊，这个传说中的悬空寺竟然真的就在对面的那个崖壁之间。而从外观来看啊，你觉得像什么？就像一个小的木头盒子。木头盒子啊，确实它比我想象中要小太多了，但是呢，却非常牢固的，就像粘在那个垂直的崖壁上一样。而这下面真是什么都没有哦。这远处望去啊，整个寺庙就像是被那种无形的手啊给托了起来，真是很神奇的，挂在那个半空当中。不过要想去到那个地方啊，应该不太容易。也就是这一个沿途的小路啊，我们就要跟着它一直往上面盘。但这个路啊，非常的狭窄，这一不小心啊，这个轮胎可能就会掉落下去。因为这个坡啊，它也是蛮陡峭的。开在这样的路上啊，真是让人有一些提心吊胆的。不过还好，今天呢没有下雨，这个路啊并不算特别的滑。这个地方轮胎都有点打滑了。
这个寺庙的地理位置啊，其实比想象中更加的偏僻。你刚才我们从下面啊上来的时候，这个山路啊错综复杂，有很多的分叉的小路，所以走错了好几次。不过现在总算是来到了这一座山的山顶上面，就把车呢停靠在这个旁边。那个寺庙啊，应该就在这个崖壁的旁边吧。不过从这里看不到，这树叶太茂密了。我们从这边走。这几天啊，每一天都在下雨，可以说是阴雨绵绵啊。不过今天你看放晴了，我估计室外的温度大概也就是20多度吧，比较舒服的感觉。对，不到30度吧，还是比较舒服。那地上这里有很多的火炮，看来在过去啊，来这里朝拜的人啊，应该不少。不过这个路有点不太好走哦。这有一个水池，应该是才修没多久，里面是干的。哦，我想我已经找到这个悬空寺了。你看，在对面那个地方，从这里看过去啊，我目测最多也就是30米左右的距离吧。不过，并没有刚才我们用空拍机看上去啊这么险峻，因为现在这个悬空寺已经被周围的这些树林啊遮挡住了，所以看上去好像若隐若现的。那我们就要从这一条山壁之路啊这样走过去。石阶梯现在已经被踩得不太好走了。你旁边这里植被很茂密，但是一脚踩下去的话，这就掉落下去了。走旁边哦，没有护栏，这是空的。因为这几天都在下雨，有很多青苔。这应该是过去的那个扶手吧。这里的阶梯有点陡哦。好多的蜘蛛网。怎么样？过去的扶手啊，都已经倒塌了。就这种木桩，茂密的植被。你看，最早是这种石阶梯。后来搭建的这种木梯，哇，你现在悬在空中哎！你看这个木梯啊，你知道让我想起来什么吗？上一次我去探寻的另外的一个悬空寺，当时也是经过了这种类型的木梯吧，也是非常的险峻。对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，还是比较的牢固。石壁，这好像是供奉的什么东西，现在东西已经没了，就只有2块石头。哦，这上面这里有功德碑，行善修因自有感，观音能救世间苦，救度一切有缘人，世间好事佛说凡，天下名山真赞。那什么字？看不清了那个。林字吗？天下名山真赞林，应该是民间的一首诗歌吧。这还有一个功德碑，哇哦！你看底下风景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底下就是一片片的麦田吧，
而我们现在啊，就站在这个悬崖之上。你看，在我身旁的这个扶手上面啊，都还长起了蘑菇，像林子一样哎。你就知道这有多潮湿了。那旁边这里还有，你看这悬空寺啊，就在我身旁了。哇哦！近距离观看这个悬空寺啊，我估计最多也就只有10个平方米左右吧。但是你不难发现的是，它底下这个真是悬空的哟，它底下没有任何的东西把它支撑起来，而仅仅只是用了像这种碗口大小的木头，或者说是这些横梁吧，也最多只有几10根，然后就把这个悬空寺啊，这样凌空大概有100多米吧，就把它悬架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，是不是蛮不可思议的？而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我发现在这个寺庙的底下这里啊，竟然还有一个山洞哎！你看，哇，还挺深的哎。山洞看上去啊，有点像是那种天然形成的。因为不太像是那种防空洞，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啊？我们一会儿下去看一下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悬空寺啊？它的扶手还有这些立柱上面啊，还有颜色哦。好像还有一些雕刻哎。没错，而这些应该也仅仅只是一种装饰。而真正这个悬空寺它的建筑密码，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？在哪里啊？就在底下这里了。你看，非常粗大的这个横梁啊，一直这样延伸到外面。而这个横梁啊，应该就是它的承重结构了，或者说是一个支撑点吧。它就借助啊这个崖壁底下呢，然后来进行受力，然后在受力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把这个小木屋给抬起来了。就有点像上一次啊，我们去山西探寻的那个悬空寺吧，它的原理应该也都是一样的，就有点像是那种半插飞梁技术吧。所以这就是杠杆原理啊。没错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。所以应该还算是比较的牢固的。不过虽然很牢固啊，但是你看这些木头啊，都有点腐朽了，而旁边的护栏啊，也都已经倒下去了。所以我感觉走在这个上面啊，还真是有点心慌。应该有很长时间啊，没有人来护理了。好，我先过去看一下。哇，真是有点心惊胆战哦，因为这里看下去啊，真是万丈深渊，而且它这个入口的地方啊，又比较的狭窄啊。哇，好多蜘蛛啊！好，我过来了。现在已经悬在空中了。真的吗？前面小心点。我这看下去真是100米之高啊！很多的木材感觉都已经比较的腐朽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告示：晦期洞内严禁烧纸钱，请将纸钱烧在化钱炉。啊，那个晦期洞啊，应该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洞的名字了，比较窄啊。每走一步啊，都得蛮小心的。你看这下面，哇，这一面是单木板，可以透过这个木板啊，看到100多米深的底部。每走一步啊，都得稍微慢一点。看这下面。怎么样？这就是主殿了。虽然是主殿啊，不过看上去也是蛮小的，就是一个小房间吧。而中间这里有一个香炉，那里面的灰啊都已经积满了。看来过去来的香客啊真是不少，烧了很多的纸钱。旁边还有长条椅，这是一个什么？收音机吗？这蛮轻的。寿星补枝，
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正中心这里啊，供奉的就是这个神仙呢。这是谁？是在这个木板上面啊雕刻的，不太像是观音，我觉得反而像是一个罗汉一样。但是你看他的手上呢，拿着一个宝瓶，像是柳叶观音，一体雕刻的。这里有2个陶瓷的观音，这个碗。下面已经比较破烂了，哇！你看这木板啊，那我现在就脚踩在这个空中啊，中间就只有一个木板之隔，感觉我脚都在发抖。嘿，上面好像还有一个隔层，不过这个木板啊，已经非常的腐朽了。哦，这个电源啊，它已经都被剪断了。在过去是可以通电的。哇，这扶手，轻轻一碰啊，就脱落了。看来得非常小心啊。来看一下这个外面，这就是底下了。哎呦！特别的高啊！这些木材啊，都已经长满了青苔，比较的狭窄啊。你看这一面都能看过去了。那边有路吗？这没有路，从这里啊就能看到底下的这个山洞，就在下面了。旁边这里是什么？稍等一下，是一幅画，写什么？送子观音。哦，是观音的一个刺绣的画吧，还挺大一张。好，我们得原路啊返回了。这上面确实有一点不太安全啊，好多地方都已经比较的破烂了。再看一下这个主殿，中间就是这样的小木屋。特别狭窄啊！我感觉这个房子都在晃。整个房子吗？啊，确实在这里面啊，有一点心惊胆战的。哎呀，不过总算是过来了。好吧，那现在啊，我们就到这个底下呢，再去探索一下这个山洞。